难道你以为小房子就不可以养大狗吗？错，其实呢，狗狗是有无限的可能可以在这个家里大奔跑。某一天呢，我就发现我那个月的电费呢，大概要1万到2万之间。那后来我发现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总监在半夜出去上厕所喝水的时候，会把我这间房门整个 wide open， 让那个风一直无止境的吹出去。狗狗它们的体型跟我们不一样，甚至连身体结构都不太一样，因为它们就是4只脚在地上行走的嘛。我们看到的视野范围完全都不太一样，很多在矮处我们不会注意得到的东西，都是它们很有兴趣啃咬的。那首先要知道你狗狗的身材呢，你必须要知道5个很重要的尺寸，然后呢再量这个屁股的点。到这个脚，谢谢哈，帮我示范。可是大部分的一般的人呢，你可能可以买到房子都在20到40平左右。你要养一只像这样的大狗，尤其是边境牧羊犬，它活动量根本就不够，总是会有比较胆小跟比较神经质一点的狗狗。这个5斤，它在摆动的声音，或者甚至是门片压下来的这个过程，它有时候尾巴被压到，以后它就再也不愿意走过去第2次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家是这样子的狗狗的话呢，它比较适合的门就是像第2种这样子左右开的，大家一定都会很在乎预算的问题。如果呢是一个新做的滑门片跟同样尺寸的柜子，那你们知道哪一个东西就是以平均单价来说是比较贵的吗？给你们3秒钟。错，突然就对。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、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就开启订阅，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雅。今天你们看到有2只大狗狗在我这边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吧？那些你养大狗你必须要知道的3件事。好大哦。首先呢，第一件事情大家应该就知道，狗狗它们的体型跟我们不一样，甚至连身体结构都不太一样，因为它们就是4只脚在地上行走的嘛。那我们人是2只脚，我们看到的视野范围完全都不太一样，很多在矮处我们不会注意得到的东西，都是它们很有兴趣啃咬的。所以呢，就要先跟大家讲说，你要知道自己家的狗狗体型是什么，在它的视野范围可能会引起它兴趣的事情是什么。第2件事情呢，就是以前我们有一集集数有讲过，就是我们的狗狗是什么呢？它们是红绿色盲，没错。其实狗狗并不是完全看不到颜色，所以呢，例如说蓝色跟黄色这2种颜色，在它们眼中会特别显眼。所以你再想象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家里面有一个矮柜，只是一个木头的柜子，我想要一个点缀的小装饰品在我的这个把手上，所以我做了一只黄色的小鸡。但是呢，当狗狗走经过的时候，你知道它看到的画面就像这个样子，那边有一只突出的黄色的小鸡耶，我还不啃爆它吗？那接下来呢，就说到，其实呢，知道狗狗的身体结构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很有效的在你们家里做像是狗狗鼻子脏脏区这样子啊，就等于说在它可以跳起来够得到的范围之下，都做一些分色设计，让你的墙面啊，或者是整个使用的平台啊，比较不容易脏，或者是比较不容易刮伤。再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有关你要知道你狗狗的身材要如何帮它量身呢？那首先要知道你狗狗的身材呢，你必须要知道5个很重要的尺寸。我们就要先量从头这里鼻子到这个屁股的距离，然后呢再量这个屁股的点到这个脚，谢谢哈，帮我示范。从屁股呢到脚的这个距离，好棒。第3个尺寸呢，我们就要量它手这里到这里的距离。那这样子呢，3个尺寸加起来呢，基本上就会等于你的狗狗鼻子脏脏区。假如你是想要做狗门的人，那你就必须要量它的脸的宽度跟它肩膀的宽度，因为毕竟它要这样子走过去嘛。所以肩膀的宽度你就量完之后，再加个10公分，可能就是你狗门的距离。以上记得了吗？第2个，你养宠物必须，尤其是养大狗必须要知道的事情，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吧，现在的房子都寸土寸金，除非呢你是有个富爸爸，或者是你是很会掏金的人，才可以拥有一个很大坪数的房子。可是大部分的一般的人呢，你可能可以买到房子都在20到40平左右。那可能在20平到40平之间的房子呢，你要养一只像这样的大狗，尤其是边境牧羊犬，它活动量根本就不够。难道你以为小房子就不可以养大狗吗？错，因为呢，只要你把家里的动线经营得很妥善的话呢，其实呢，狗狗是有无限的可能可以在这个家里大奔跑。首先呢，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以前提过回字动线嘛，即便你是一个20平的小宅，但是如果你有挑高、有垂直的动线，然后跟在平面的这个上面呢有回字动线的话，你其实就可以引导你的狗狗玩很多的游戏，让它在家里像跑操场一样跑个10圈。那第2个事情呢，就是为什么对于养狗的家庭来说动线这么重要呢？因为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狗狗啊，其实它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它也会有它的需求。像在半夜的时候，难免呢它会有想要上厕所。通常很多的房子的形式呢是不一定在主卧里面会有卫浴的，所以呢狗狗就会没有地方上厕所。甚至很多的狗非常乖，它的主人都是训练它在客厅的尿垫啊，或者是在后阳台上面的尿垫上厕所。假如你家有开冷气的时候，你把门关起来，它就必须需要有一个可以妥善进出的空间。那这时候狗门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选择。因为呢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经验了嘛，就是某一天呢我就发现我那个月的电费呢大概要1万到2万之间。那后来我发现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总监在半夜出去上厕所喝水的时候，会把我这间房门整个 wide open， 让那个风一直无止境的吹出去，所以我的冷气永远就会一直不凉，然后它就会一直运转。接下来呢是有几种增加狗狗动线的狗门的类型，因为呢其实每只狗狗的习性不同，有的狗狗很胆小，有的狗狗是非常喜欢尝试新的东西。所以当你家的狗狗是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，像这样子
这种方向的这个门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如果狗狗不会害怕，然后主人适时的引导的话，其实它是可以很轻易的通过这个洞。但是总是会有比较胆小跟比较神经质一点的狗狗。这个五金它在摆动的声音，或者甚至是门片压下来的这个过程，有时候狗狗它走得不够快的话，它有时候尾巴被压到，以后它就再也不愿意走过去第二次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家是这样子的狗狗的话呢，它比较适合的门就是像第二种这样子左右开的，它也可以大幅度增加就是我们的环保的状况，然后跟让你的电费更节省。最后一个，如果你有养大狗，第3件你必须要知道最重要，一般的设计师不会告诉你的事情，就是空间的定义跟变形。其实狗狗就跟人一样，它真的也是会有一些它自己个人需要的居心地。当你家多犬的家庭的时候，如果你是把狗狗们的碗都一字排开在地板上，其实在它们吃饭的时候会变相造成它们压力，因为其实狗狗多少它都是会有竞争心态，它可能会担心别人碰它的饭碗，或者是别人可能吃饱了觉得我好像还很饿，我再来吃你这里一口。所以呢，像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呢，区划那个空间的功能性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在我做设计的这几年来呢，我发现呢，有养大狗的业主们，他们都会有几个共同的需求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狗狗的洗脚区；第二个呢，是携带狗狗外出物的暂时置放区。小狗就算了，小狗的东西都小小的，即便小狗有衣服啊、有牵绳啊、有浮水衣啊，它的尺寸都比较小，所以可能你随便找一个小柜子就可以把它们收纳得很完整。可是呢，大狗狗却不一样，大狗狗啊，每一个单品啊，都跟一个大人的衣服一样，就像他们大狗的浮水衣啊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孩的救生衣。假如你每次就是出门前，你都要去里面的柜子啊，拿它的牵绳啊，或者拿它的包包，就是会是很不方便的事情。所以通常有养大狗人，我们都会在玄关设置一个狗狗外出物品。狗跟猫不一样，狗几乎每一天都会需要散步，就像我们欧丁，它几乎就是不在室内上厕所啊。每天早、中、晚我们都要各带它出去一次。最后呢，就是通常我觉得所有业主也都会想要的，就是给狗狗一个舒服、安心可以睡觉、可以躲藏的地方。不是说你随便放一个床垫在地板上，那就是它可以睡觉的地方哦，而是通常比较好的环境呢，是像一个洞穴一样，它3边是有靠墙，然后甚至有屋顶，在家里打造一个狗狗的居心地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当你呢有个60-70平的房子，你要把这些空间都规划出来的话，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但是，当你如果只有20平的小宅，你怎么生出这些空间呢？所以这时候，快点拿笔记抄起来。首先呢，我要先推荐大家的就是像这样子的案例。通常呢，以室内设计来说，大家一定都会很在乎预算的问题。如果呢是一个新做的滑门片跟同样尺寸的柜子，那你们知道哪一个东西就是以平均单价来说是比较贵的吗？给你们3秒钟。错，突然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柜子应该是比较贵吧，因为毕竟就是柜子里面它会有很多层板。可是事实上呢，其实在所有室内设计预算里面最贵的东西是门片，因为呢门片的单价呢就是看尺寸不同，可是即便是标准尺寸，那在含门片上面的那些特殊的五金，如果你做隐藏门的话，可能一个门片就要到个2万到3万之间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当你家如果有10个门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花30万在做这个门片上面。滑门的功能就是有阻挡空间跟区分空间的功能嘛。那所以呢，你就可以思考一下，你家什么空间其实它们门根本不会共用，主卧跟厕所的门是一定要的嘛，因为有可能你在主卧休息的时候有人去上厕所，所以你不可能淘汰主卧或者是厕所的其中一个门。可是呢，当你有养狗狗，你需要把你的狗狗就是区划在一个空间里面，尤其是像玄关，因为很多的大型犬啊，它都很喜欢玩泥巴，回家的时候是一定要洗手跟擦脚。如果你没有一个妥善的阻挡，你的狗狗又不是像欧丁这样的怪狗狗的话，它可能就会踩着一堆泥巴直接冲进你家里。那如果你家里有小孩，之前疫情期间的细菌有多多，我们遇到很多业主都是需要做这个区挡的空间。为了要做这个区挡的空间，要额外再做一个像这样子的矮门，那它含着所有特殊五金，可能光做这个门就要4-5万块。可是如果你是以这样子的方式，虽然这片门比较大片，可能也是稍微会贵一点，可是呢，你就只需要做一片门片，那它就有2个机能，达到就是你又可以虚化空间，那你又可以就是节省你的预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再来呢，说到这个空间的定义跟变形，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帮自己做一个 list， 把你早上呢就是一起床，然后到你晚上回到家里面睡觉前的日程整个排出来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你最常待的空间是什么空间。以一个空间来说，有时候我们室内装修花最多预算的地方是客厅，可是呢，你看完自己的一天行程，甚至是周一到周日的行程，你会发现其实你待在客厅的时间少之又少。那客厅的空间是不是就可以有更多的定义跟变形？就像以我们做设计来说，我们已经很长的时间不一定会在客厅的地方做像是茶几这样的东西，因为通常茶几的功能呢就是拿来可能吃饭啊、喝茶。可是当你如果有完整的餐厅的状况下，其实你是不会在你的客厅那边吃东西的。那你可能只是喝茶或吃小零食，你就只需要边桌，你就可以把地板的这整个的客厅的空间让给你的狗狗，甚至是你的将来的小孩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玩乐空间。很多的业主他们后来都生小孩了嘛，那他就会觉得说啊，他想要帮他的小孩弄一个游戏室，可是他就是只有25平的房子，再也生不出游戏室这个地方了。这时候呢，利用格栅在客厅隔出空间啊，这就是一个空间的定义跟变形，让你的客厅再也不是只是客厅，而是孩子狗狗玩乐的区域，然后再加上可能有客厅看电视跟休闲的功能。以上呢就是你养大型犬必须要知道的3件事情。好，记起来。没有狗，没有狗，对，他们也离我而去，他觉得我这段太冗长了。